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悄悄上线的《山河令》大家都看了吗？据说很好磕哦。仪态在打工的空档偷瞄了一下，第一集就是好像一般的古装武侠剧，什么门派纷争、明争暗斗、朝堂江湖，一下子还冒出好多人物。这边还没理清关系呢，那边人物就领盒饭了。周子舒还变成了满脸胡子的乞丐，要是意志不坚定，绝对早早就被劝退了。反正看第一集的时候，仪态几次都在弃剧的边缘徘徊。就在我以2倍速快刷到结尾的时候，真香了，手动解锁5、6、7、8集。天窗首领加恶鬼头子，这设定也太带感了吧！虽然周旭的造型有点邋里邋遢，虽然江湖上的人来来往往，但架不住龚俊的温客行养眼，剧情好磕呀！两人初见时的眼神交锋，确定没有一眼万年的意思？温客行一眼看透周子舒在晒太阳，确定不是心有灵犀。邀请共度时的名场面更是一扎一大把，温客行骚话张口就来：但度无所苦，我自迎接耳。没体会到那味儿？别慌，仪态为大家找来了翻译版。这其实是句古诗词，出自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诗的情境是相爱中的男子对女子说：你就渡江去吧，不要有什么苦恼，我自会迎接你回来的。仔细品品，品出啥了？除了这句杀伤力满级的情话，我们老温还有其他新操作。一口一个我们阿旭就算了，左一句美人还没说出口，右一句三世时尚旧惊魂便调侃上了。最经典的那句岂不闻烈女怕缠郎啊？那个有志者事竟成，真的磕死我了。还有各种脱脸凝视，打斗时还不忘摸个腰，聊着天还摸摸脸，摸完还要闻一闻手啊！这真的是免费能看的吗？客栈里重逢时，他们还暗戳戳的喝了个交杯酒，趁着酒醉之意再来个亲密接触，每一幕都抚慰指数爆表，甚至明目张胆的用上了掰弯的剑、割断的袖子这种暗戳戳的小细节，就更别提这句不止一次出现的彻夜运功，损耗内力吹箫。这不是耽改是耽美吧？光前面这些就让人面红耳赤了，没想到温客行还在疯狂输出，各种彩虹屁吹个没完，甚至当着小少爷和丫头的面，眼神直勾勾地说周子舒就是那腰细腿长又嘴硬心软的天下第一可爱之人。老温你可太行了！除了彩虹屁，还有各种话式夸老婆，不是知己。虽然你没那么好看，但总算没那么伤眼。还有，长得又美，武功又高，见识又广，这句更露骨。是腰细腿长，又嘴硬心软的人。哎呀，太会了，太会了！阿旭，跳魂呢？你以为他俩只是在调情吗 ？No， 他俩都不是什么善茬。一个天窗首领，一个恶鬼头子，武力值满格，还都是心狠手辣的厉害角色。不过这种亦正亦邪的设定也挺过瘾，而且撩起来真的让人直呼受不了。明着撩暗着撩，这宠溺的眼神，这温柔的语气，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小动作，太好磕了吧！如果你还会点唇语，那看这部剧的体验直接一秒飞升。我重金求购，你要什么都行。要不然周子舒反应能这么大呢？还有，里面一定藏着个好大好大的惊喜。这下明白为什么口型对不上了吧？讲真，这种程度的还不止1、2次。像这句，他绝非凡品。还有这句，和我逞什么英雄？还有这句，娘背我，娘的蝴蝶骨最美了。这确定是我付钱就能看的剧情吗？最绝的是这个变脸，老婆在，定期狂魔，嘴角带笑，骚话连篇；老婆不在，眼神犀利，杀人不眨眼。在丐帮的人伤了周子舒时，温客行直接一个不留全部放倒，之后还不忘洗个手。这剧情真是越看越上头，又骚又浪又美。仪态一个人磕没意思，放点图大家一起磕吧，高能预警。先来看看疯批美人温客行，绝美红衣，经典摇扇，深情凝望。这和谐的画面，这独特的男友视角啊，太杀人了！变脸后的阿旭也帅出天际。话说遇到老温之后的阿旭，似乎比在天窗的时候更养眼哦。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剧里的温客行很活泼，各种眼神杀、锁腰杀，还有语言撩拨，这路数怕是钢铁直男都扛不住吧。其实龚俊这次之所以会那么活泼，和他2次下海有关。
他的上一部耽改剧《盛世》的尺度可比《山河令》大得多，这次就洒随啦。据说《山河令》还有他设置的情节啊，这还真是深藏不露啊。目前的剧情都很吸引人，人设也立得住。除了双男主颜值在线，一众配角也很给力，不少老戏骨加盟。比如第一集就领盒饭的毕长风、许绍强，丐帮帮主寇振海，周子舒欠了3钱的老船夫沈宝平，都是那种在很多剧里见过又叫不上名字的熟面孔。五库宝藏、门派纷争、亦正亦邪的人物都是加分点。在看到一众江湖人士为夺琉璃甲明争暗斗，互相厮杀时，一泰甚至有种看金庸武侠小说的感觉。这种武侠风真的又疯又上头。除了国内的在追，这部剧还火到了国外，不少人甚至喊话片方赶紧出字幕。酷这次真的扬眉吐气了。有一说一，这部剧虽然还原度很高，热度也不小，可还是没绕过磨皮、滤镜夸张、特效拉胯等问题。当然啦，对于双男主剧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双男主剧最让人上头的是颜值，是还原度，是磕 CP， 只要这些崩不了，热度绝对有。说起来，《山河令》算是耽改101的第一枪。作为看到第9集的剧迷，以他个人认为这一枪确实打响了。虽然酷的营销能力比不上鹅厂，但是酷敢把这么疯狂的下架边缘试探的剧放出来，就说明他想逆袭了，鹅要有危机感了呀。不过不用我们操心了，鹅已经在防爆了。据爆料，鹅准备紧急提档《浩一行》。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部还没杀青就在热度空前的耽改剧。这部剧的双男主最帅古装美男罗云熙、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都比《山河令》的热度要高，而且原著 IP 比《天涯客》还要受欢迎。这里一泰给大家科普一下，《天涯客》是《山河令》的原著名，这部作品是 P 大在2010年开始连载的，分为上部《琉璃甲》和下部《山河令》，估计是怕剧情被魔改才改名字打了保险牌吧。说回鹅厂的《浩一行》，据说在1审中，《浩一行》被打回去重新剪辑，剪完之后已经在近日顺利通过2审了，好像还会提档防爆《山河令》。为了预热，罗云熙甚至亲自下场磕 CP。最近罗云熙点赞了自己和陈飞宇 CP 像的视频，虽然很快就取消了点赞，但还是引起了 CP 粉的狂欢。当然了，也不排除罗云熙是在12季冲浪时手滑。不过从结果上看，《浩一行》的热度确实上来了。这样一波操作，加上早前的高甜路透，还有鹅坐镇营销，《浩一行》没准会成为下一个爆款。不过在等待的日子里，一泰还是先磕会儿浪浪丁吧，他们的互动实在太戳人了，不追更真怕哪天突然下架。所以酷你搞快点好不好？一天1集太少了，快点加更，快点！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